作家李戈曾说，生命前方是无尽的衰老，我们笔直地跌落进去，别无选择。岁月是很公平的，凡所途经的地方，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被打上时间的印记。然而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的人年纪轻轻却一脸疲态，有的人时至暮年还一身朝气。应了那句话，长相年轻不是青春盛年，而是内心的能量和境界。人到中年，长相相比同龄人年轻几岁，多半是因为以下几点：一、自律的习惯。人到中年，你会发现容易胖容易丑，就是坚持自律太难了。年轻的时候怎么暴吃都不胖，怎么熬夜都不上脸，可是到了中年，明明没吃多少，双下巴却越来越明显，肚子越来越浑圆。偶尔熬夜加班，第二天睡醒之后，全身上下像被打了一样难受。身边还有太多的事情来扰乱我们的生活节奏，孩子要开家长会，父母生病要照顾，工作太忙要加班。刚刚制定的自律计划不得不一次次推倒重来，周而复始。而且新陈代谢的速度会变慢，身体修复的时间会变长。如果想要维持身材，反而要付出比年轻时更多的努力。好在自律这种东西是一种只要努力就有收获的事情，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获得正向的反馈。最近浙江丽水一位健身大姐登上热搜，芳姐今年50岁，却被网友看成20多岁的小姐姐。她保持年轻的秘诀便是运动。芳姐是从2011年开始健身的，到如今已经坚持了14年，体重也从140斤瘦到了110斤。不管是跑步、瑜伽还是健身房里的力量训练，每当沉浸在运动中挥洒汗水的时候，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健身前她身体臃肿，脸色暗沉，健身后肌肉线条清晰，皮肤细腻紧致，完全不像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她坦言，自律真的能改变一个人，除了身体的健康，还有精神上的愉悦。运动只是自律人生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好的饮食习惯、规律的作息也可以帮我们打造轻盈健康的身材。我有个朋友虽然不爱运动，身材却保持得很好，人见人夸。问其原因，他回答只靠吃饭。早就听说想要保持身材，3分练7分吃。他采用健身圈公认最健康的倒三角饮食法，早餐最丰富，午餐正常吃，晚餐少量吃的饮食方式。还有一点很重要，严格控糖，坚持过6不食原则，既保证了营养摄入，又控制了热量，又不必忍受节食的痛苦，容易坚持，效果明显。其实所有超越真实年龄的年轻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你看到一个中年人身上没有赘肉，皮肤细腻光泽，那一定是经年累月严格自律的结果。自律的过程其实是反人性的过程，我们要和身体的惰性做对抗，还要压抑当下的欲望。想要拥有别人没有的身材和皮肤，就必须忍受别人忍耐不了的痛苦。虽然过程很煎熬，但努力过后的成果却很甜美，会让你觉得一切付出都很值得。2. 独立的经济。生活中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长相年轻的女人多半手里有钱，手里有余钱才能给自己买品质上乘、新颖别致的衣衫，卡里有余额，各种护肤品、美容院保养才会不间断。决定女人长相年轻的原因，前半生靠父母的遗传基因，后半生由赚钱的能力决定。经典电视剧《金粉世家》里，冷清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出生普通人家的冷清秋，嫁给贵公子金燕西之后，过上了豪门太太的生活。
他十分不适应这种锦衣玉食的生活，这种日子不是靠自己获得的，他的内心始终没有底气，也不踏实，甚至连一个玩笑都开不起。有一次，家里人拿八小姐和谢公子逗乐，婆婆说谢公子学问人品可以，只不过家境贫寒了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冷清秋立马黑脸，表示很不高兴。他更担心的是金燕西会以一切花销都是金家负担为由过来干涉他的人生。然而这件事很快就发生了。有次两人发生剧烈争吵，金燕西把他拽到镜子旁，对他说，从头到脚哪一样不是金家的，哪一样是冷家的，看呐。冷清秋当时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豪门的生活把他变得敏感自卑，毫无生命力。平时他喜爱读书，就写文章给报社投稿。当他拿到写文章获得的稿费，并提出请金燕西吃饭，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让他整个人都活了过来。虽然钱并不多，但却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领。听过一句话很有道理，钱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唯有经济独立，你才不会低三下四，萎靡不振，你才有底气挺直腰板。那些会赚钱的女人，我们很少在她们身上看到颓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生命能量。经济的独立也是让你看起来长相年轻的前提。我妈每次跳完广场舞回来就绘声绘色地讲起舞友王阿姨的故事。王阿姨每天晚上7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跳舞广场，标准的舞姿，曼妙的身材，每次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王阿姨今年55岁，但她看上去感觉只有40岁。很多阿姨都向她询问保持年轻的秘诀，她的回答就2字：赚钱和花钱。当你有一份自由支配的收入，你就可以买漂亮衣服打扮自己，买护肤品保养自己。女到中年，想要长相年轻，除了依靠自律的习惯，更需要超能力的加持。想要穿着体面，你需要裁剪得体的衣装；想要皮肤紧致，你需要定期出去花钱保养。所有看起来的年轻都是需要资本的。卡里有钱，你才有给自己保养买衫的自由。拥有赚钱的能力，不断提升自己，实现个人的价值和成长，你才能将外在和人生经营得活色生香，风生水起。3. 健康的关系。网上曾爆火一个话题，被爱会让人变得越来越漂亮。爱人如养花，那些被好的伴侣滋养的女人，不仅变得越来越温柔，也会发自内心的越来越好看。深表认同，健康的关系是一个女人最好的保养品，不仅爱情如是，友情、亲情都是如此。电视剧《父母爱情》里，安杰和张桂英的不同结局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安杰嫁给江德福之后，过上了令周围人艳羡的生活。安杰怀孕之后，他主动承担了家务活，老婆弯腰不便，他贴心地为妻子洗脚。儿子出生之后，江德福一到家里就帮忙带孩子，还给儿子洗尿布。等他们搬到岛上，生活很不方便，不仅要到外面上公共厕所，还要自己从外面担水回来用。为了解决妻子的不适，江德福二话不说就找人在家里修了厕所，安装了自来水。岛上家庭的独一份待遇，其他军嫂听说纷纷羡慕不已。妻子爱喝咖啡，虽然江德福品不出来滋味，但他出差到外地就会想方设法给妻子买到那个时期很难买到的咖啡。正是他的悉心关爱呵护，才让妻子在婚姻中幸福得像个孩子。有一次，两人在河边散步，江德福对他说：安杰，你一点也不显老。安杰却对江德福表示了肯定：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宽容地爱着刺猬一样的我。
岛上另一位军官王政委对待妻子的方式却完全相反。有一天，妻子张桂英在挑水的路上碰到丈夫和江德福，江德福夸张桂芬能干，王政委立即发出不屑：没有劲儿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家里的家务活，丈夫也从来没有搭把手，而是理所当然地享受妻子的付出。不仅在家里对妻子颐指气使，在外面对妻子也毫无尊重。有一次，妻子外出不小心掉进海里，差点淹死。上岸之后，丈夫不仅没有任何关心，当场就给她甩脸子。这样的婚姻生活让张桂芬虽然还很年轻，却一脸老相，明明身体很健康，却在一次生病后迅速撒手人寰。人生之路漫漫且艰难，所以我们才选择跟一个人相互扶持，共同承担。对的人会减半人间疾苦，让你觉得人间值得；错的人带来的都是疾风骤雨，让你觉得生活苦寒无比。跟不同的人在一起，会影响我们的命运，还会改变我们的样貌。没人惹你生气暴怒，你就不会长出更多皱纹；有人分担生活难题，你就不会整天唉声叹气。你每天发自内心的喜悦，就会面目平和，越活越年轻。女人的面相是她所有人生阅历的总和。离消耗你的人远一点，跟滋养你的人在一起，他们会愉悦你的身心，如此你才能心中无事，脸上无忧，眼里有光。人到中年，长相年轻其实是一种本事。看过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姿容出色，到了中年之后，对自身缺乏管理，于是身材很快就臃肿肥胖，泯然众人。也遇到不少人，年轻的时候身材并不突出，随着对身材外貌的管理，逐渐成为后起之秀，气场强大的令人挪不开眼。你怎样对待自己的身材，身材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养成自律的习惯，定期运动，规律作息，吃健康的食物，喝不含糖的净水，短期虽然看不到结果，长期坚持下来却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学会赚钱的本领，看起来比周围人年轻，不仅需要挺拔的身姿，还需要皮肤的保养，衣装的修饰，这些都需要金钱的维持。手里有钱的女人懂得投资自己，只有变得金贵，好运才会奔你而来。选择滋养自己的人，不再花时间改造他人，而是跟合得来的人相处。他们会疗愈你的创伤，分担你的压力，带走生活的疲惫。我们无法决定最初的模样，我们却可以选择最终想成为的样子。人到中年，长相年轻是长期自律的结果，也是努力生活的标志。点个再看，愿你人到中年，不辜负时间的馈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